们终于来到了昆仑山开始的地方了。你看，弯弯延延的河流穿过那个草场，一直流向了喀拉库勒湖。古时候他们称这里叫冲岭。这个县城呢是一脚踏四国的地方。我们到了帕米尔高原的第一站苏巴什村，给大家看一下啊，你看我背后，慕士塔格峰7500多米，然后我的右手边也是7000多米的贡哥久别峰，然后在前边还有喀拉库勒湖。 然后再前边还有个康希瓦湿地，这里的自然环境实在是太好了，而且特别的美。这里的海拔相对于喀什市来说就要高一点点了，有3400多米的，所以在这里我们得穿上外套，因为气温特别的低，而且风特别的大。我们现在是把车停在村口这里，那边就是村落，然后背后的慕士塔格峰清晰可见，是不是很冷？ 超级冷，怎么突然这么冷了？虽然它有7000多米的海拔，但是我们这么看起来它好像不是很高，但是它却有冰川之父的称号。你看它这个雪山，这么看过去，它那个坡很缓，所以很适合那些登山爱好者来登。因为就是说，很多人想去登那种8000级。 米的那个雪山嘛，但是可以先由慕士塔格峰来作为一个入门级的，对，然后登完这个再去登那个8000米级的雪山，就是一个入门敲门砖吧，对对对，敲门砖。我们为什么会从喀什市突然来到了帕米尔高原呢？是因为喀什市正在刮沙尘暴，然后呢，遮天蔽日都是黄沙漫土的，所以我们只能离开喀什了。而且到了白沙湖也没有拍着，因为 那里也是沙尘暴，所以好不容易来到了这里，终于看到了一幅比较美的景象了。对，我们刚刚从那个村口那里过来的时候，一路上全是他们这里的冬牧场，就两边都是河流，弯弯延延的河流穿过那个草场，一直流向了那个喀拉库勒湖。然后呢，这些牛羊他们都从那个下牧场下来这里了，就转场下来了，所以显得特别的热闹。 牛马羊特别的多，哎，好像没有看到羊，是不是？没有，只有牦牛什么的。只有牦牛。对。哦，还看到马了。那边可以骑马。虽然我们没有躲过沙尘暴，但是我们还是来看到这里的美景了，还是不错的。那今天晚上我们就在前面的村子里面过夜吧，然后明天早上起来，再给大家看看这里与众不同的美景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龙，这个是半斤。昨天我们就是在这个苏巴什村这里过夜的，因为昨天晚上刮了十分大的风，然后把我们车吹得摇摇晃晃，我就把车开到了这个村里面的舞台旁边，停在这里，风终于小一点。就昨天晚上就在这里过了一夜的。然后苏巴什村呢，真的是我觉得很适合大家经过帕米尔高原的时候来这里落脚一下。 因为这里除了能看得到近距离看到慕士塔格峰，还有贡哥久别峰之外呢，还有喀拉库勒湖，以及旁边有大片的湿地牧场，而且晚上在这里可以看得到银河，然后白天又可以在这里看得到日照金山，就是来这里的体验特别的丰富。哎，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为什么我看到这里的村民都是穿着像你这样子的军装啊？为什么都是穿着军装啊？ 问一下是为什么呀？是在边境上班。哦，边境上班就戍边员是吗？对。我说怎么这边的人都穿军装呢？就是都是戍边员，家户户都是戍边员，就是守护这个边疆的安全吧。那我溜一下半斤了，待会我们就直接出发，可以吧？半斤很乖。他也不乱跑，你看他下来了，他就直接想套上绳子了，是不是？半斤。他们说只要北疆降温下雨，南疆就会刮起沙尘暴，因为那个冷空气会趁着那个天山的那个缺口吹过来，然后把那个沙漠的那些沙尘全部吹起来，所以就会刮起沙尘暴了。其实我们是在塔县等了2天的，想等这个沙尘暴消退一点。 但是实在等不了了，因为我看了那个天气预报，后面几天还是这样子，
所以咱们只能迎着这个沙尘暴出发了，看看塔县会不会好一点吧。大家如果来到这边可以看，如果天气晴朗的情况下，可以看这个穆士塔格峰的一个倒影，在这里有水，可以拍到倒影的。就喜欢摄影的话，可以来这里。我们现在走的这个帕米尔高原呢，其实是几个山脉构成的，昆仑山、喀拉昆仑山、天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山节。它是古代中国和地中海各个国家陆上丝绸之路的一个必经之地。古时候他们称这里叫葱岭，因为这里的山上会长一种生命力特别顽强的那种野葱，就不是我们平常吃的那个小葱或者大葱啊。他们那种葱呢，头上会长一朵花的，长一个花球。他们说原产地是喜马拉雅山脉，然后后来这里又有长了，所以他们古代是称作这里为葱岭。我们现在还看得到有一些车上会贴那个葱岭什么运输，然后还有什么葱岭什么客栈那些东西，就是以前这个帕米尔高原的一个名称。一路前往塔县的这个景色，全都是绕着穆士塔格峰的，看着好近，但是又那么远。一直都碰不到边，感觉这个穆士塔格峰它虽然很壮很大，但是又不失美感。这里写的是什么？昆仑山开始的地方。哇，咱必须得在这个开始的地方拍一张照片了。我说为什么走过来气那么喘呢？你看，前方就是4300米的一个云端之路，是高海拔，氧气特别的稀薄，所以我们在这里得行动缓慢一点，不能跑动。不然会缺氧。我们终于来到了昆仑山开始的地方了。你看，这里就是塔什库尔干。昆仑山从这里开始向东绵延2500多公里，会穿越5个省份的新疆、西藏、青海、四川、甘肃。而且呢，它被称作万山之祖，是因为有的学者认为我们国内很多其他的山脉都是起源于昆仑山的。而且你看，对面呢就是穆士塔格峰，你看得到吗？往那边拍一下。但是昆仑山脉最高峰并不是穆士塔格峰啊，而是贡格尔峰，它比穆士塔格峰还要高出100多米，7600多米的。往前呢就是塔县了，它也是帕米尔旅游区，是5A 级景区，那里写了。除了是万山之祖，还是万水之源，但是很多雪山、冰川涌水都构成了塔里木盆地里面的很多河流。而且我国很多神话都是以昆仑山为背景创作的，比如说《山海经》。除了《山海经》，还有王母娘娘，他们说都是在这里修炼的什么之类的。当然，我们对于这些神话故事了解并不是很多。还有一点就是，因为这里海拔特别高，所以说很多车，你看，很多那些测试车都是来这里测试的，那些车贴上的那些膜的就是了。1 hour later， Hello， 朋友们，我们现在终于到达了塔县了，就是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，这里是新疆海拔最高的一个县城。这个县城呢是一脚踏4国的地方，哪4个国家呢？中国、巴基斯坦、阿富汗、塔吉克斯坦，是不是很特别呢？而且全世界8000米以上的高峰有14座，塔县境内就有4座，其中最出名的就是世界第2高峰乔格里峰，估计大家以前肯定有听说过。然后在这里呢，我们会逗留大概4到5天，我们要深度的体验一下当地的民族风情。然后背后这个葱岭演艺中心，大家还记得吧？葱岭就是以前帕米尔的旧城了。你看旁边这个冰山上的来客，你有看过这电影吗，龙哥？它是部电影啊，没看过啊。那说明你还不够，年龄还不够大，很旧的你还电影啊。年轻，很老的一部电影。我也没看过，但它是以那个帕米尔高原为背景的，在塔县取景的一个电影。就在这里拍的。对，我们今晚可以看一下，因为我到处都看到那里写的，你看，冰山上的来客到处都写了有。对，它就是那个《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》的那个电影，《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》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曲。哦，原来这样子。对，好，我们现在去逛一下，逛逛塔县，看有什么有意思的东西。好。因为旁边就是巴基斯坦嘛，兄弟，我听说这里有一个巴铁夜市，然后还有巴铁兄弟会这里摆摊的一条街，所以待会我们去看看有没有他们摆摊有没有有意思的东西。他们说这里就叫巴铁夜市，哎，看看这边有卖什么东西啊？哦，首饰，青金石吗？这是？青金石，做的还挺有，异域风情的。对。巴铁的钱，这是他们当地的货币。哪个？这个。哦。他们卖的都是这些玉石之类的，因为他们盛产这些东西，然后加上他们觉得中国人喜欢。哦。对。他们还有那个羊毛围巾，对不对？对。
我在想，他们都卖一样的东西，能挣钱吗？我刚刚还说很小呢，就进来里边好大2条街。你好，你看好帅啊，那帽子。我觉得他在金陵石还是吗？我也觉得挺漂亮的。This is so very beautiful。哎，你看这个，这说是他们那个塔吉克族的小吃，叫就这个卡特拉玛。你们自己手工做的？对，好香哦。好香。嗯，它里面是奶油，是不是啊？奶皮子。哦，奶皮子。哦。OK， 朋友们，我们从这个巴铁夜市里面回来了，但是呢。巴铁夜市里面的巴铁们卖的东西，基本上每一个摊位都是一样的，全是石头，对，全是大石头，各种石头，就是比如说吊坠的石头，青金石啊、绿松石啊，然后还有什么，还有玉石啊，玉石，还有就是 cashmere 的那个围巾，对，所以我们就买了2样东西，这个是穆斯塔格风的冰箱贴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塔吉克族的一个美食，叫做卡提拉玛，对，这是他们当地特色的，里面加了奶皮子，加了牛奶，混合的一种面食，好香哦，一股很香的奶酪味儿。我问他是不是奶酪，他说是奶皮子，里面不是奶酪。对他们说就是奶皮子做的呀。所以这个巴铁夜市值不值得来呢？你觉得？我觉得如果你喜欢各种青金石啊、绿松石啊那种各种佩戴的那种石头的话，可以来这里逛一下，因为他们卖的都是一样的东西。他滑过来了，尝一下。哦，起，尝尝，哎呦，给他吃2大块了。我们逛完巴铁夜市之后，就来到这边的一个美食广场，来感受一下塔吉克人民的松弛感。每天晚上他们就会在这个广场这里跳舞，咱们去欣赏一下他们的舞姿吧。晚上10点半，他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呢。你看，他们就自己跑到这个广场自己来跳舞了。看到一堆人跳，然后不停的有人在加入，太有意思了。他们当地人就是随着这音乐，一个一个往里面走。你看，男的、女的、老的、小的，都在里面跳。刚刚那小朋友被拉走了，好有意思啊！这个就是当地人的松弛感了啊。